江北防线上一时响起无数道怒吼声，被镇压在江北海底数百年的鬼潮，在那位气息消散的一瞬间开始苏醒并登陆，但迎接他们的并不是可口美味无人镇守的江北。樊玉在此等候已久，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死死盯住前方的海岸线。此时已有大批鬼物从海水中涌出，密密麻麻地覆盖在海岸线上，朝江北防线涌来，速度并不快，但带来的压迫感是令人近乎窒息的。哪怕他已知道自己的江北防线已绝无被攻破的可能，但看见这一幕后，还是忍不住屏住呼吸。一方面是震撼，一方面是实在太臭了，近乎凝成实质的臭味，直冲天灵盖。就在这时，一道闪电陡然划破天空，巨大的海浪重重拍打在岸边上。而当闪电逝去，浪花退去时，海岸上的鬼潮数量赫然已经又翻了数倍，密密麻麻的鬼潮近乎覆盖了整个江北海岸线，时不时能看见几只体型巨大的大鬼拎着武器，神色癫狂地嘶吼着，大步朝江北防线冲来，无惧生死。沿途踩死不少普通鬼物，无论是大鬼还是小鬼，全都将生死抛之脑后。鬼潮没有智慧可言。呼，陈凡轻吐了一口气，激活了鬼火里的清风阵，让城墙上的众人行动速度更快一丝的同时，也稍微驱赶了一丝臭味。下一刻，江北防线上足足8500座式神炮近乎同一时间被启动，刹那间8500颗猩红色能量炮弹落在鬼潮中，无数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汇聚在一起，宛如大地塌陷般。爆炸的灰尘连同鬼物碎片夹杂着海水飞扬在空中，溢出的猩红能量如蟒蛇般化作一缕缕快速朝四周涌去。8500门式神炮的齐射，这个威力要超过任何通天柱所能爆发出来的威力。摆放着长达170公里江北防线上的8500门式神炮的齐射，几乎笼罩了整个江北海岸线，覆盖了整个区域。长达170公里的这片区域，此时已然变成死亡领域。仅仅只是一轮齐射，第一批登陆的鬼潮，包括大鬼，都被彻底清空，近乎不见一只漏网之鱼。但从海底登陆的鬼潮，真正恐怖之处就在于近乎无穷无尽。当浪花再次派来时，更多的鬼潮踏浪而来。陈凡望向面前这些登陆的鬼潮，他甚至都没办法做到仔细看见一头鬼物的模样，数量实在太多了，他很难将视线锁定在一只小鬼上，对方很快就会被其他鬼物压在身下。在这种数量下，准头没有任何意义。一枚猩红炮弹精准地落在这段鬼潮里，无数猩红能量如血蟒般朝四周激射而去，再次清空一片。他笑了起来，看起来有些过瘾。而这些鬼物死亡后的血液，正在被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上的鬼血纹路快速吸收，清一色的不断闪烁着猩红光芒的鬼血纹路，在夜色中显得极其诡异。轰轰轰！这场4年之战终于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不是一场短时间内结束的战争，而是只要江北防线不被攻，就会一直存在的战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形成了这场战争的主旋律，无数颗爆炸的猩红能量炮弹近乎染红了整个江北海岸线。在江北防线的末端，紧挨山脉，那个屠仙圣地的弟子此时双手紧紧握住手里的大刀，望向下方那一幕，眼中闪过一阵骇然。眼前这一幕是他从未见过，他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之多鬼物。他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江北防线，这批鬼潮朝他冲来会怎样。他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以最快速度抹脖子，瞬间再捅自己心口2刀，确保自己能死得痛快点。但此时，这完全有能力将江北屠戮一空的鬼潮，正在成片成片的被式神炮屠戮，宛如踩死一片蚂蚁那般简单。他望向身旁正不断轰鸣的数座式神炮，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圣主为何如此惧怕樊玉，也终于知道了圣主为何会吼着大义地将他拉了过来。站在大义就站在樊玉这边，不站大义就是站在樊玉对面。怎么样？身旁樊玉成员在看见这一幕同样有些震撼。我说的没错吧？死不了的。樊玉镇守江北数年，才打造出了这条江北防线，若这么容易被攻破，那樊玉这几年岂不是白忙活了？就在这时，那里身旁屠仙圣地的弟子突然面色微变，指向空中。只见海里突然飞起数十个蝙蝠类的鬼，在空中绕了一个以一个尽可能不被发现的位置飞向他们头顶。下一刻，这数十个蝙蝠以极快的速度在空中不断闪躲，显然是在规避可能到来的防空炮锁定，爆发出极快的速度要掠过江北防线上空，看起来像要成功了。安置在附近的那门防空炮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反应，但就在这数十个蝙蝠进入江北防线上空时，突然悬停在空中，任凭不断用力挣扎着扇动翅膀，也不能再进一步，像是突然坠入粘稠的沼泽里一般。而此时，那台坐落在江北防线上的防空炮才开始缓缓启动，防空炮的12片花瓣被齐齐点亮，花蕊中爆发出一道持续翡翠光柱，眨眼间，那数十个蝙蝠便被瞬间融化，不见踪影。是屠仙圣地的弟子愣在原地，眼里闪过一丝茫然。江北防线全面进空，神鬼进行。樊玉成员有些感慨地拍了拍屠仙圣地弟子的肩膀，你看，我就说了安全的很吧。战斗渐渐进入白热化，越来越多的鬼潮在海浪的推动下，零散运气不错的鬼直接朝城墙顶端飞去，还有部分会远程攻击手段的飞行鬼悬浮在距离江北防线数百米远，不断扇动着翅膀，每次扇动都会凝聚出一颗淡绿色的光球，轰向江北防线。而对此，江北防线给出的答案是，总共1700座防空炮被齐齐起了，漫天翡翠光柱近乎铺天盖地般，如用无数根激光柱切割蛋糕一样，将整个苍穹都切割成一片片。大部分在海浪推动下朝城墙飞来的鬼物都被轰成碎片，连同那些悬浮在江北防线数百米远空中的飞行鬼物也在被挨个清理。但还是有漏网之鱼，借着浪花冲上墙头。嘿，一个樊玉战阁成员正兢兢业业地守着自己的防线区段。海浪袭来，一只如章鱼般的鬼物在浪花下被拍上城头，此时正瞳孔里闪烁着暴虐和阴狠，朝跳在空中，朝他冲来。
来得好！光着膀子的男人高吼了一声，武王修为毫不掩饰地流露而出，手持大刀同样跃在空中，旋转316度，将手中的大刀重重朝面前这只登上城墙的鬼物劈去，一刀命中，触感柔软，像是一拳轰在棉花上一样，但还是劈开了肉体，流淌出不少墨绿色液体。而与此同时，这只章鱼类的鬼物也张开了全部触手将它包裹着。近乎是一瞬间，男人的惨叫声瞬间响彻天地，身上一瞬间多出无数个孔洞。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血液正在被快速吸走，但很快，他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液体浇在他身上，他感觉自己的伤势和力气都在快速恢复，怒吼着挣脱开来，再次一刀劈去，那股温热的液体再次袭来，一刀、两刀，在砍了足足数十刀后，这个登上城墙的章鱼类鬼物已被他砍成肉骚，看起来很适合做一顿饺子。呼哧呼哧，男人气喘吁吁，有些后怕的看了眼身后那根正在不断喷溅圣水的铜管，幸好有这个，否则他刚才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了。喂！身旁负责另外一个区段的梵域成员正不爽地望向他，怒吼道：“老子差点就要帮你呼叫支援了，能不能别装逼，把甲胄穿上？”好，劫后余生的男人此时也不敢嘚瑟了，急忙将刚才拖在一旁由地精制造的甲胄披在自己身上，将身体完全包裹着。刚才若是有这甲胄，不至于那么困难，主要是他第一次经历这种大场面，实在是有些激动。刚才他甚至想跳下防线去砍个痛快。而在江北防线后方，数十艘满配的非洲正在不断巡逻，一旦有拿堵城墙有较多鬼物登上城墙，便准备开始火力支援。很快，当炮弹轰鸣声终于缓缓停下来，且如幕般的永夜渐渐退去时，大批鬼巢消失在海水中。天亮了，海底鬼巢登陆的第一站，他们渡过去了。当黑雾退去，蒙蒙亮的天空笼罩江北荒原时，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上涌出一阵阵兴奋的高吼声。站在城墙上的陈凡望向江北防线前方那无数具鬼物尸体，笑了起来。江北好像真的守住了，毕竟是第一夜，他也有些紧张，全程守在城墙上，准备迎接突发情况，但完全没有任何突发情况。他准备用于支援的非洲，甚至压根没有用到。通天柱也未启动，他还准备了充足的鬼石，可以随时将江北防线升至7级，也没用到。目前来看，一切都在掌控着。无数个被轰出来的炮坑覆盖了江北海岸线，基本上看不见一具鬼物尸体，散落着不少鬼石和异宝。江北防线的数道城墙引入地面，数十万人浩浩荡荡的在指挥下，开始有秩序的铺满江北海岸线，开始拾取鬼石和异宝，并将那些碎片鬼物尸体能带走的也全带走。天亮的一瞬间，他也收到了来自七老的传音：“陈狱主，你那边如何？一切安好？那就好。”传音符那面，七老长松了一口气。就这样，时间一点一点的来到了15天后，从一开始的紧张到现在已经持续15天后，梵域已经对海底鬼巢登陆习以为常，哪怕是其他势力派来支援的那些人，此时也不紧张，并且隐隐和梵域成员打成一片，见到熟悉的还能笑着打声招呼。这15天内，没有一只鬼物突破江北防线，江北防线矗立在这里，宛如天堑般将海底鬼巢牢牢镇压在江北外，伤亡率也很低，少数的伤亡率还是有人探出脑袋看热闹，看得过于投入，不幸从防线上坠落下去，当场摔死的。正值黄昏，庇护所的真正意义是庇护。站在江北防线上的陈凡，远眺天边大海，神情恍惚地轻笑着。此时他才感觉梵域好像真的庇护了很多人，有很多人因他而活，这种感觉还不错。在永夜大陆，雨季是一个很难露出笑容的季节，谁能在这个季节笑出声来，基本上可以被判定为失心疯了。而此时江北防线上的笑声却不少，梵域白骨阁成员正乘坐非洲，将一桶桶热乎的饭菜按份分发在江北防线上的一众人。这15天的经历让大家彼此信心都足了不少，隐隐间不少人好像看见了希望，好像看见了永夜大陆真的能抗得过鬼巢入侵的希望。陈凡站在城墙上轻笑着，这批鬼巢没有智慧，只知道冲锋，鬼巢也无法将消息传递给其他区域。有时候他其实也在想，这么多鬼巢都是从哪来的，总不能是凭空冒出来的吧。就在这时，他再次收到七老的传音：“陈狱主，永夜殿黄泉口防线在雨季降临后的15天内都没有鬼巢袭来，已经将你这边的消息上报上去了，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永夜殿的人来找你。”陈凡轻点了下头，他知道这件事情梵域的崛起是瞒不住的，顺便也了解下永夜大陆前线是个什么状况。实际上在雨季降临的5日后，黄泉口防线那边就猜到是什么情况了，真的有一个势力守住了江北，甚至打造了一条防线，并迅速将这条消息汇报上去。而此时雨季降临后第15日，一架非洲停在了黄泉口防线上空，一个满身疤痕的光膀中年男人，身后跟着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看不清面容的胖子从非洲上走了下来。信息属实，男人是此次行动带队的，径直走到黄泉口防线的负责人面前，望向关西平原深处询问着。属实，黄泉口防线负责人陈声道：“如今雨季已经过去15天了，江北依旧尚未沦陷。”好，光膀中年男人眼睛紧闭，深吸了一口气，低声呢喃着：“希望给我一点惊喜吧，永夜大陆太需要一个奇迹了。”下一刻，男人走向非洲，非洲升空，朝着江北防线疾驰而去。永夜降临，无穷无尽的鬼巢再次从海底浮现出来，密密麻麻的冲向江北防线。早就已经习以为常的江北防线应对自如。陈凡站在城墙上俯瞰着这一幕。狱主少秋从陈凡身后浮现出来，低声汇报道：“关西平原的站点在天黑前，看见有一艘非洲朝江北飞来，不是我们梵域的非洲，估计1个多时辰后就会抵达江北防线。要任凭对方进入梵域地界吗？”陈凡面色平静地望向远处鬼巢，关西平原没有哪个势力拥有非洲，那看来应该是黄泉口防线那边，或者是永夜殿那边的防线派人来了，保持警惕。
地盯住，在对方没有多余动作之前，不用阻拦。明白。少秋点了点头，身子缓缓隐去。1个多时辰后，永夜殿飞舟驶入江北上空，直逼无名山，并缓缓降低高度，进入梵域鬼火范围，悬浮在江北防线上空。当周围黑暗被鬼火驱散后，眼前瞬间开朗起来。站在甲板上的光膀男人瞳孔骤缩，他看见了一道长达170公里的6级城墙矗立在江北，海底鬼潮早已登陆，此时正不要命般的朝江北防线发起进攻，但全被江北防线上凶猛的火力给打了回去。这里真的多出了一道防线，一道不是由他们永夜殿所打造的防线。他看了不知多久，才望向周围不知何时升在空中将他隐隐围在中间的数十艘飞舟，以及防线上几座已经调转炮口瞄准他的防空炮。深吸了一口气，高吼道：“永夜殿，天一，求见此方势力掌权人。”声音震耳欲聋，几乎压下炮火的轰鸣声，响彻在天地间。很快，一艘飞舟停在他面前，甲板上一个身穿势力服饰的男人望向他：“跟我来。”这艘飞舟开始在前方引路，没一会儿，他脚下的飞舟和江北防线的城墙齐平。他从甲板上走到城墙上，望向站在城墙边缘背朝他的陈凡，双手抱拳，沉声道：“永夜殿天一，求见。”听见身后声音的陈凡缓缓转过身来，望向永夜殿派来的这两人，停顿了一会儿后才轻笑道：“江北梵域。”陈凡身旁则是跟着一个体型巨大的黑袍男人，看不清面容。见过陈狱主。男人再次行了一礼，客套了几句后，才表达了来意：“我想知道梵域是哪来的如此多鬼师打造江北防线。”陈凡笑了起来，以这是梵域核心机密，不方便多说为由拒绝了回答。光膀男人面色沉重的点了点头，实际上他也就是例行一问。江北梵域8成是找到了上古留下来的鬼矿，数量也不会有太多，打造完江北防线后应该也剩不下多少了。最重要的是，就算江北梵域真拿出来20-30亿枚鬼石交给他，也改变不了什么局面。了解，江北梵域能如此快速崛起，想必肯定有独特的地方。我这次前来，一方面是查看是否真的有江北防线，另一方面，永夜殿希望可以获得你们一定的支持。如果你们有的话，需要哪方面的支持？我对永夜殿了解并不多，说说你们需要哪些？什么都需要。男人沉声道：“没有永夜殿不需要的。比如……”就在这时，他突然在淅淅沥沥的雨水中嗅到了一丝饭菜香味，肚子不自觉的咕噜咕噜响了起来，下意识的偏头望向后方，只见不远处的西洋城，一个巨大的棚子撑在西洋城上空，而在下方，无数道蒸汽冲天而起，饭菜的香味飘到城墙上，甚至盖过了鬼潮来袭的漫天臭味。那里是？陈凡眉头轻挑，望向身旁王奎，问问奇虫在做什么。很快有了答案，豆豉蒸排骨。正在未等天亮后，从防线上退下来的人准备饭菜。豆豉蒸排骨。这个满脸写满狠辣的男人突然僵在原地，有些茫然的从身后西洋城上收回视线，又望向江北防线上一众人：“你们今天准备吃豆豉蒸排骨啊？昨天呢，好像是清蒸黄鱼，什么玩意儿？”男人彻底僵在原地，像是听见了什么鬼故事一样，比看见江北防线都要震撼。你们每天都吃这么好，还行吧？永夜前线吃什么？我们吃炒面，就是将面粉炒熟后浮水下咽。有一瞬间，他甚至想留在江北防线了。那我知道梵域可以为永夜殿提供什么支持了。陈凡笑了起来，梵域或许可以先为永夜殿提供粮食和线路支持，但需要一点鬼石作为报酬，毕竟铺设线路挺费鬼石的。男人眉头紧皱，永夜殿现在拿不出1枚鬼石，除非你可以自提。自提是什么意思？就是去永夜前线自提。永夜殿现在的运输线路被破坏了不少，余下的线路很紧张，再加上有内部叛徒泄露情报，大额鬼石很难运输至其他区域。但倘若你要去永夜前线自提鬼石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紧紧盯着在江北防线墙根下快速疾驰奔波的高铁。他好像隐隐知道梵域说的可以提供线路支持是什么意思了。陈凡走至一旁搭建在江北防线上的小屋里，外面雨大，进屋聊吧。茶屋内，陈凡给男人倒了一杯茶，讲讲你们永夜殿的运输线路以及为什么线路被破坏。好，光膀男人双手端着茶杯，停顿了一会儿后，才开始讲述。原来永夜大陆存续的核心秘密是在这片大陆之下沉睡着一座无形大阵，海岸边连绵山脉便是这座大阵的阵纹显现。有山的地方就是节点完整的地方，鬼潮永远不可能翻过连绵山脉，正是它的庇护才将汹涌鬼物隔绝在外。唯有而失去连绵山脉的地方，就是大阵节点碎裂之处，就是鬼潮撕开防线之地。这个时候就需要防线补齐这些节点碎裂的区域，比如江北防线和7号防线。随后男人从怀里掏出一张鬼皮地图铺在桌面上，将大那些出现阵纹碎裂的区域指给陈凡看。明白了。陈凡看着鬼皮地图点了点头，靠在椅背上轻揉着太阳穴，没有讲话，陷入沉思。这番交谈让他对永夜大陆的格局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认知。简单来说，永夜大陆此时就像是一件有些破烂的衣服，而他们防线的作用便是查漏补缺，补住那些缺口。大陆破破烂烂，他们缝缝补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运输物资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只是每多这样一个防线沦陷，就会导致运输物资的难度再翻一番。一旦3-4个区域被沦陷，那接下来便会是滚雪球般的沦陷，短短数月可能就会全部沦陷。陈凡望向坐在男人身旁的那个穿着黑色斗篷的肥胖男人，轻声道：“守夜人。”肥胖男人点了点头，从喉咙里挤出一道应声，听起来极其刺耳，如刮玻璃一般。我是隶属外出行动组的。光膀男人沉声解释道：“永夜殿外出行动组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碾碎那些可能燃起熊熊大火的火苗，故而我们出门在外必须有一名20级以上的守夜人陪同。20级的守夜人自爆后所诞生的威力，可足以将一个20公里内缺口的鬼物瞬间全部清空，而且守夜人的自爆不会摧毁防线和波及到人类。”陈凡把玩着手里的琉璃小人，这威力可比6级通天柱大多了。他甚至有点怀疑，或许比满级通天柱的威力都要大。
坐在一旁披着偌大黑袍的肥胖男人，身体没有任何多余反应。这种有点将人物化的说辞，并没有让对方起任何波澜。或许是感知到了陈凡的情绪，这个肥胖男人有些沙哑的一字一句道：“守夜人的宿命就是启动。”陈凡微微一愣，他听人说过这句话，大鱼曾经也和他说过这句话。沉默许久后，他才起身望向光膀男人：“一路奔波辛苦，我先安排两位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具体事我们明天再聊。对了。”他看了眼男人那露在外面的光膀子，有些迟疑道：“你不冷吗？还有这些伤痕是？”男人顿时笑了出来：“我是特殊修行者火行孙，五脏六腑一直会喷射火焰，不怕冷，怕热。至于这些伤痕……”话音刚落，一团火苗从男人手中的伤痕上冒出，男人熟练的一巴掌拍灭了这团火苗。落，就是这样，火焰会时不时往出冒，就会留下些伤痕。痛吗？陈凡疑惑道：“有点，但习惯就好。”男人笑了笑：“外出行动组的成员必须要拥有一人能挡住一片鬼潮的实力，但也不会随便启动。只是当启动后，基本上生命走到了尽头。”陈凡没有讲话，随后吩咐王奎带着两人去了樊城，将两人暂时安顿在樊城的一间客栈内，而陈凡则是独自一人坐在桌前，俯瞰着男人临走前留下的鬼皮地图，陷入思索。他在思考通过樊玉的抵御，该如何铺设一条足够安全的线路，让西部1号前线和樊玉之间建立起联系。很快天亮了，伴随着浓稠黑暗褪去，在淅淅沥沥的雨水中，鱼肚白的天泛在空中，叫号声在江北防线上不断响起。在指挥下，从防线上退下来的人和准备出门拾取的人都渐渐聚在一起，准备开饭。江北防线的墙头上，永夜殿天一望向面前桌子上的饭菜，肚子实在是按捺不住的开始咕噜咕噜叫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的抬头望向陈凡：“那个陈狱主，我就先开动了，一起吃。”陈凡笑呵呵道：“都是些家常便饭，招待不周，还请见谅，足够丰盛了。”真的。天一深吸了一口气后，当即狼吞虎咽了起来。旁边那个肥胖男人守夜人也第一次有了多余动作，时不时夹起一块排骨放在自己碗里，时不时传来一道呻吟声，那是痛苦的呻吟声，就像癌症晚期病人吃饭一样，极其痛苦。陈凡沉默地看着这一幕，永夜店的人比他想象中过得要更苦，甚至都不如之前的江北陈家吃得好。片刻后，天一放下饭碗说道：“陈狱主，还有一件事，我已经将樊玉的潜力上告至永夜店了。昨夜我知晓，江北防线的打造没有动用任何建筑师，是陈狱主你一人打造。这种级别的建筑师，哪怕江北沦陷，陈狱主你都不能出事，所以我第一时间告诉了我师傅。你放心。”天一深吸了一口气后，面色严肃道：“事关重要，我没敢走正常上帝渠道，我只告诉了我师傅一个人，除此之外没告诉任何人。他在永夜殿的位置很高，绝对不会将消息泄露出去的。我还有要事缠身，需要去黄泉口峡谷那边处理一点事情，就不多耽误了。这枚子母石你收好，可远距离通讯，和我单线联系，有什么事情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言罢，两人告别，乘坐飞舟渐渐消失在视野中，走得极其果断。坐在椅子上的陈凡靠在椅背上平静着没有讲话，良久后才不由轻笑了起来。他昨晚已经大概想到该如何铺设线路了。而此时，在城池内一间私人屋子内，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神情恍惚，一杯茶接着一杯茶不断送入嘴中。不知过了多久，老者才起身关闭门窗，激活阵盘，从储物戒里取出一枚鬼骨。当这枚鬼骨被取出来后，无风自燃，鬼骨化作的黑烟在空中凝而不散。眨眼间，黑烟中隐隐浮现出一个黑影，这个影子好像很高兴，声音似近似远的在屋内响起：“你终于联系我们了，这是你这辈子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只要你提供的情报足够重要，当鬼族占领永夜大陆后，可保你全家荣华富贵，并分你一缕天道赐福，让你延寿百年。”当黑影浮现的一瞬间，老者眼里的恍惚瞬间散去，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头了。此时他哪怕什么都不说，被查出来也依旧是个死字。停顿了一会儿后，他低头望向茶桌上的香台，低声道：“江北被守住了，有一个势力名为江北繁育，在没有任何势力资助的情况下，打造出了江北防线6级防线，且势力首脑陈凡是一个很强的建筑师，独自一人打造了江北防线。他将天一汇报上来的消息一五一十的汇报了上去。”收到。黑影笑了一声，很快缓缓散去，而黑烟并未散去，反而是快速凝聚，赫然又再次组成了一个鬼骨。就在这时，敲门声突兀响起，老者快速将鬼骨收入储物戒里，关闭阵盘，重新坐在茶桌前，轻咳了一声后才沉声道：“进来。”很快，一个小年轻有些手忙脚乱地闯了进来，言语间满是兴奋：“长老，永夜西部1号前线传来了好消息，说缴获了一张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让我们快点派建筑师过去，去西部1号前线参悟建筑蓝图。”老者没多说什么，跟着小年轻出了门，只是他在背后看了眼面前这个有些兴奋的小年轻，轻叹了一口气，站得越高知道的就越多，对永夜大陆的未来就更不抱期望。与此同时，黑暗中一个鬼皇正坐在大殿王座上，望向下面鬼屋递上来的情报，有些恍惚的呢喃着。他没想到在这种环境下，人类内竟然还会有奇迹，一个位于西荒岛极其贫瘠的区域，竟然还能有势力崛起，并独自打造一道江北防线。他们这些年极力阻拦永夜殿到西荒岛的线路，就是为了让江北沦陷，好让鬼潮登陆，里应外合之下侵入腹地，从侧面对永夜大陆西部1号前线造成威胁。没想到还是被名为江北繁育的势力守住了，只是他压根没听过这个势力。他低头望向手中的地图，沉思许久后，又在地图上思索着点了几下，才下令道：“吩咐下去，让永夜大陆西部1号前线海域里
里的鬼巢，偷渡一批鬼巢前往黄泉沿海防线海域，以最快速度，不惜一切代价攻入黄泉山脉区域，然后进入黄泉山脉区域，一路向西突破黄泉口防线，从永业大陆腹地前往江北，灭掉樊玉。话音落下，跪在大殿上的一只男鬼愣在原地，抬头望向坐在王座的鬼皇，震撼道：“王，这样做会极大消耗战力，导致我们更难攻下1号前线。一个樊玉值得消耗如此大的代价吗？”鬼皇坐在王座上，面色平淡的冰冷道：“只要不发生奇迹，永业大陆必败无疑。我们要做的就是将那些可能是奇迹的事物全都掐灭在摇篮里。”鬼皇缓缓起身，走至王座身后，望向挂在墙壁上的对联，嘴角带着一丝笑意，轻声道：“人类文化中有一种兵法，叫做兵贵神速。那么就让江北樊玉体会下何为鬼族的兵贵神速。”明白。跪在地下的这个男鬼也不再说什么，只是应声退下。永业降临，天色再次暗了下来。长达108公里的永业大陆西部1号前线前方那片广袤海域中，无数鬼巢从海水中涌出，开始朝防线发起冲刺。伴随着爆炸声漫天响起，新的一夜守城又开启了。但在海域深处，大批鬼巢正聚在海面上，整整齐齐地聚在一起，边界线极其明显。其中一个悬浮在空中的大鬼偏头望向北面那片空无一只鬼物的海域，面色冰冷地下令道：“方向北前进！”下一刻，海水里的大批鬼巢遵从命令，铺天盖地的在海里朝北边不断游去。就在这时，轰！冲在最前方的一头鬼物刚踏入那片空无一只鬼物的区域，突然一道闪电没有任何征兆的劈下，将这只鬼物连同周围一片鬼物全都劈为灰烬。当越来越多的鬼巢涌入这片区域时，密密麻麻的闪电不断劈下，空气中飘荡着浓郁的焦香味，整个场面就像是用电银拍挥向极其密集的蚊群，噼里啪啦的声音不绝于耳。无惧生死的鬼巢压根无视了那漫天闪电，遵从命令继续一路向北。哪怕无数鬼物死于雷电之下，但终有一批幸运儿穿过这片区域，在冲刺了数十米后，头顶上已再无雷电。约莫1个时辰，这批数量极其庞大的鬼巢终于彻底穿过了这片死亡区域，但活下来的已经10不存1。这只悬浮在空中的大鬼有些心痛地望向眼前这一幕，这得白白损失多少兵力啊！他望向悬浮在死亡区域对面空中的那只大鬼，这批鬼巢已经顺利抵达丘明盆地海域，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两只大鬼隔空对视了一眼，点头示意了然，如接力棒一般。处于丘明盆地海域悬浮在空中的那只大鬼带着这批鬼巢继续在海面上一路朝北疾驰而去。没过多久，再次抵达一处不见一只鬼物的区域，方向北前进。大鬼再次下达命令，下方鬼巢再次涌向这片死亡区域，漫天雷电不断轰下来，侥幸通过第一个死亡区域的这些鬼巢再次义无反顾地冲向眼前这片死亡区域。约莫半个时辰，这批鬼巢再次穿过这批死亡区域，成功抵达黄泉山脉海域，但再次10不存1。站在黄泉山脉海域上空的一只大鬼已经成功接收到这批鬼巢，和负责运送鬼巢的这只大鬼对视一眼，再次点头示意求援求援。长达27公里的黄泉沿海防线突然爆发出刺耳且夹杂着浓郁恐惧的高吼声。黄泉沿海防线的负责人对着手里的子母狮高吼道：“今夜鬼巢数量突然骤增，请求支援，请求支援！”夜色下，近乎无穷无尽的鬼巢从海底登陆，以一种比往日更加狂暴肆虐的姿态朝防线涌来。防线上的炮塔近乎拼命般的不断开火，但依旧无法挡住。越来越多的鬼物踩着同伴的尸体冲上防线求援。就在这时，位于防线城墙上的指挥室突然被一只鬼物撞开。黄泉沿海防线负责人眼中闪过一丝绝望，声音有些发颤的最后高吼道：“黄泉沿海防线已沦陷，无需派援，请去支援黄泉口防线。他们的目标是……”声音戛然而止。这只脑袋巨大的鬼物张开布满锋利牙齿的巨大嘴巴，流淌着粘稠且恶臭的液体，一口将男人脑袋连同那枚子母石吞入腹中。黄泉沿海防线今夜全部告破。越来越多的鬼巢登上城墙，并汇聚在一起，在夜色大雨中一路深入黄泉山脉区域腹地，朝黄泉口峡谷防线冲去。而他们的目标极其明确，前往黄泉口防线，攻破黄泉口防线，进入关西平原，前往江北。快！刚收到消息的黄泉口防线此时极其嘈杂，他们一直以来防守的区域都是关西平原，此时后方沦陷，他们得快速调整。炮塔开始快速旋转，瞄准黄泉山脉区域腹地。夜色中一片寂静，只能在鬼火范围内看见汹涌大雨，看不见任何一只鬼物。黄泉口防线负责人此时有些焦急不安地对着手里的子母狮不断高吼道：“黄泉口防线负责人，呼唤黄泉沿海防线负责人。”不断重复3遍，但无人应答。哪怕他已经收到消息说黄泉沿海防线已经沦陷，但他还是抱着一丝希冀去呼唤。问题不大。就在这时，永业殿天一拍了拍负责人的肩膀，沉声道：“黄泉海域的鬼巢数量不算太多，能摧毁黄泉沿海防线，这意味着鬼巢数量已经不多了。黄泉口防线守得住，更何况还有我俩在。”黄泉口防线负责人在看见天一和跟在身旁的那个肥胖男人，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也知道自己有些失态。我第一次当防线负责人，还没经历过鬼巢，没事儿。天一笑了笑，下次就有经验了。然而，当第一只鬼物从黑暗冲进鬼火范围，紧接着无穷无尽的鬼巢从黑暗里狂奔着冲进鬼火范围后，天一面色瞬间大变。这批鬼巢数量绝对不是黄泉口海域该有的鬼巢数量，一眼望去，鬼王足足数百个，就连大鬼也有几十个，而这仅仅只是冲入鬼火范围的头批鬼巢，这不是黄泉口海域该有的鬼巢强度。几乎一瞬间，他便明白怎么回事了。在和师傅汇报樊玉的时候，师傅突然问了一句：“这个消息是只告诉自己，还是通过正常
常渠道上报后，额外告诉他当时不知为何突然留了个心眼，说消息已经通过正常渠道上报了，额外告诉师傅，他心里是十分信任师傅的，是师傅收留了他，是师傅带着他加入了永夜殿。只是当他看见这批完全不是黄泉口海域该有的鬼潮以如此快的速度冲到这里的时候，他便知道师傅泄露了情报。这些鬼潮甚至没有摧毁沿途的城池，说明目标极其明确，冲垮黄泉口防线，进入关西平原，灭樊玉。师傅啊！天一突然惨笑了起来，只觉得内心有点闷得慌，堵得他难受。原本就一直在体内不断燃烧的熊熊大火，此时燃烧得更加猛烈起来。他从未想过师傅会背叛永夜大陆。师傅，明明你才是那个最想赢的人啊！他从怀里掏出子母石，联系到自己的上级，声音发颤的一字一句道：永夜殿，天一汇报一个重要消息，江北樊玉崛起，打造了一道6级防线镇守江北，且江北樊玉之主是一个实力极其强大的建筑师。我昨日这个消息仅汇报给师傅一人，他泄露了消息，鬼族不惜一切代价派出鬼潮偷渡至黄泉口海域，现已突破黄泉沿海防线，正在进攻黄泉口防线。在汇报完这个消息后，他又联系上陈凡，有些羞愧的颤声道：陈狱主，消息泄露，我师傅是内奸，鬼族已派遣大军进攻黄泉口防线，预计很快便会突破，请樊玉尽快做好准备。当看见这批鬼潮强度后，他就知道黄泉口防线挡不住。黄泉口防线打造出来就不是为了应对这种强度鬼潮的，这种强度的鬼潮已经远超7号防线和江北防线所面临的鬼潮强度。下一刻，越来越多的鬼潮已经冲入鬼火范围内，黄泉口防线上的炮塔开始不断开火。但在面对如此数量和强度的鬼潮时，显得有些孤木难支。呼，天一缓缓闭上双眼，拎着一把刀站在黄泉口防线的城墙上。当他再次睁开双眼时，无穷怒火如实质般爆发出来，身体表面密密麻麻的突然浮现出无数裂缝，如碎裂的洋娃娃般，猩红色的火焰不断从裂缝中喷射而出。天一深吸了一口气，将大刀握在手中，望向防线下方那无穷无尽的鬼潮，跃在空中，身如流星般被猩红火焰包裹着，撞向鬼潮。所有靠近的鬼物被瞬间燃烧至湮灭，声音饱含愤怒的高吼道：永夜殿，天一在此！只见天一双手持着大刀，怒吼着插向地面，身上燃烧猩红色的火焰瞬间狂涌至刀尖处，钻入地底消失不见。原本包裹着天一的猩红火焰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宛如瞬间被熄灭的蜡烛般。但紧接着，整个世界仿佛停顿了一刹，地壳开始微微发颤。下一刻，无数碎片飞至空中，近乎无穷无尽的火焰如同火山喷发般以天一为中心从地心深处激射而出，范围极大，近乎一瞬间便清空了周遭大片鬼潮，甚至就连一个靠近的鬼王也在这一击下惨烈而死。一人诛杀一只鬼王，一击结束。天一面色煞白，毫无血色，跌跌撞撞地站在地面上，望向刚清空的那片区域，几乎眨眼间又被数量更多的鬼潮填满，无数癫狂暴虐的鬼物无惧生死地朝他狂奔而来，狂风夹杂着恶臭扑面而来。就在这时，他怀里的子母石突然发烫，并传来陈狱主那熟悉且沉重的声音：樊玉支援即将抵达，坚持住！他回头看了眼身后的黄泉口防线，突然笑了起来，掂了掂手中的刀，转身望向前方无尽鬼潮，舔了舔嘴角，不由有些回忆今早吃的那豆豉蒸排骨，真是美味啊！此时前方那朝他狂奔而来的鬼潮渐渐模糊了起来，他依稀想起了年少时跟着师傅身后时讨要橘子的场面，温馨且欢快。但如今来不及了，陈狱主，谢谢你的款待。夜色中，天一矗立在残留在地面上的烈焰中，在狂风暴雨中横刀站在原地，身如弓般直直盯着距离他最近朝他狂奔而来的一头鬼。隐约间，他在这头张开大嘴咆哮的鬼物齿间看见了一枚子母石，那应该是黄泉沿海防线沦陷时负责人手里的那枚子母石。帮你报仇了，兄弟！下一刻，天一身上的裂缝变得愈来愈大，整个人近乎要散架一般，更加狂暴的猩红火焰从皮肤表面的缝隙、眼鼻耳喉里激射而出。他尽可能的张大嘴巴怒吼，想要宣泄着体内的滚烫。他烫了一辈子，这一辈子，那猩红火焰无时无刻不在体内折磨着他。今日他要更烫一点。他笑了起来，并开始奔跑。无穷鬼潮朝他冲来，他迎面而上，脚下的速度越来越快，直至即将逼近时，他眼中毫无畏惧之色，眼眶已被猩红火焰所填满。跃在空中，在暴雨中高举手中刀，咧嘴笑了起来。纵然浮游入海，我依然血焚天。师姐，焚天！他体内的血液开始快速燃烧，并不断转换成猩红火焰，火焰越来越多，顺着刀尖狂涌出，形成数百丈的火焰长龙。毕竟便将那个齿间卡着一枚子母石的鬼物燃烧至灰烬，连同周围一众鬼物都被瞬间清空。他脚下没有丝毫停留，目标直指鬼王。二击，昔日在雨季对樊玉造成极大危险的鬼王，在这一击下前胸贴后背，透心凉。三击，又一尊鬼王因此陨落。就在天一准备继续发起冲锋时，一只墨绿色的大手从黑暗中激射而出，猛地拍向天一，仅此一击便将天一拍至高空中，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重重落在防线后方。生死不知，几乎刹那间，那近乎铺天盖地的猩红火焰便瞬间熄灭。鬼潮中，那具墨绿色大手的主人足足10几米高，站在鬼潮中望向前方这道黄泉口防线，怒吼着：这是一尊大鬼，是比鬼王要更强一个档次的鬼物，绝非人力所能挡。这片区域短暂被清空的区域已经再次被鬼潮填满，并狂奔着冲向黄泉口防线，再次发起无惧生死的冲锋。黄泉口防线上，负责人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眼眶泛红的沙哑道：守住，守住！防线上的炮塔开始最
最大功率的不断对下方的鬼巢狂轰乱炸着。但在越来越多的鬼物尸体堆积之下，大量的鬼物距离墙头已经越来越近。天一被大鬼拍飞前，用子母石告诉他，樊玉的支援即将抵达。他不知道樊玉如何在短时间内给出支援，但如今他唯一能仰仗的希望就是樊玉了。黄泉口防线足足数十公里，他所在的这处区域因天一的爆发，压力稍微减轻，但其他区域却已随时可能会沦陷。这批鬼巢的数量和强度都已远超黄泉口防线所承载的上限。一直跟在天一身后的披着黑袍那个肥胖男人，此时步伐轻盈的在墙头上不断快速奔波着，最后视线停留在了一个抡起巨锤已经大步走到防线前，准备抡锤砸下去的大鬼上，突然停了下来，身上一直披着的黑袍无风自脱，露出他的本来面貌，皮肤内流淌着白色的能量。这个肥胖男人站在暴雨中，转身望向天一被大鬼拍飞的方向，深深看了一眼后，才从喉间挤出一丝破风且沙哑的声音：守夜人97号启动。男人踏在空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出防线，悬空而立，身体内的白色能量如沸腾般开始不断翻涌，直至当所有皮肤表面都浮现出裂缝后，他缓缓张开双臂，最后看了眼天地间，从怀里掏出从樊玉偷摸带走的一个红糖馒头，将挡住嘴的疙瘩往上抬了抬，艰难地塞进嘴里咀嚼着，刺耳声音中夹杂着笑意，低声呢喃着：甜，终于可以不疼了。下一刻，幽绿色的光芒如极光般瞬间绽放开来，并不断朝夜色中涌去。长达27公里的黄泉口防线，近大半防线被幽绿色极光所笼罩，所有人都看见了这一幕。幽绿色极光所到之处，无数鬼巢连同鬼王纷纷陨落，只有大鬼能逃过一劫，但也身受重伤。前方所有鬼巢近乎被一举清空，原本已经即将沦陷的黄泉口防线再次坚守住。这是永夜殿的战略武器守夜人，经过特殊改造后，不但威力极大，且不会对人类和建筑造成丝毫损害。唯一缺点就是被改造的守夜人会终生承受剧烈的痛楚，改造的强度越大，承受的痛楚越强。但在被清空的区域尽头，大量鬼巢再次从永夜里源源不断的狂奔而出，仿佛无穷无尽，杀不完一样。那些重伤的大鬼再次怒吼着发起冲锋，更加癫狂，更加愤怒。战略武器存在的意义不是结束战局，而是给战局拖出一个空档期。如果这个空档期没有做出任何反击手段，那也不过是多挣扎一会儿。但樊玉的支援来了，天际间3枚携带雷霆的樊玉巡航导弹以极快的速度划过永夜，携带恐怖威慑，直落在黄泉口防线外的那群中。轰！漫天爆炸声陡然响起，无数雷蛇如雷神洗地板，在地面上不断狂涌，阵阵焦香味盖满了整个天空。巨大的爆炸响彻天地间，一大片区域被清空。但很快，这片被清空的区域伴随着永夜里源源不断的鬼巢涌出来，再次填满。约莫过了10息，天际间3枚携带着雷霆威慑的樊玉巡航导弹再次从天地间划破夜空，疾驰而来，重重落在鬼巢中。无数具鬼物尸体碎片和幽绿液体绽放在空中，区域再次被清空。永夜里的鬼巢再次源源不断涌来。10息后，3枚樊玉巡航导弹再次如期而至。黄泉口防线后方，生死不明躺在荒原上的天一怀里的子母石不断传来陈凡那急促且沉重的声音：天一，汇报前线战况。天一，天一，但却无人回应。声音孤零零的在夜色中响起。樊玉100艘满配非洲在收到球员信息第一时间连夜升空，以最快速度朝黄泉口防线赶去。但非洲速度再快，等抵达黄泉口防线，也已在2个时辰之后。站在非洲甲板上的陈凡望向面前的半透明面板的地图，在黄泉口防线前方不断清点着，每点一次，矗立于樊玉港口的通天柱就会发射3枚，支援黄泉口防线。导弹的速度比他非洲的速度快了不知多少倍，但他不知道前线状况，只能盲轰。每隔60息轰3发。他很快想到了什么，通过传音符快速联系上7号防线的7老，帮我联系黄泉口防线负责人，告诉我黄泉口防线现在是什么状况。明白。很快，陈凡联系上了黄泉口防线的负责人，这里是江北樊玉，告诉我现在黄泉口防线的战况。是。对方语气有些慌乱和无助。天一已死，守夜人已启动，有一批我不知道的手段从天而降，杀死了不少鬼巢。那是樊玉的巡航导弹，数量有限，你现在负责给我汇报情报。当你认为需要支援的时候，我会再次发射樊玉巡航导弹，中间等待间隙大概需要37息，你自己算好提前量。大概2个时辰后，樊玉100艘非洲会抵达黄泉口防线，请坚持住。他没解释太多。传音符那边很快传来对方收到的声音。在做完这一切后，陈凡再站在非洲甲板上，望向前方不断朝2侧退去的黑暗，面无表情的沉默着，久久没有讲话。这批鬼巢是冲他来的，鬼族有点太谨慎了，也太果断了。他已经隐藏了很多实力，对外暴露出来的实力仅仅是一道江北防线而已。但哪怕如此，鬼族在得知的第一时间，依旧是以雷霆攻势欲要摧毁他。那么多鬼巢突兀出现在黄泉口防线，鬼族付出的代价不会小。球员一盏茶后，传音符里响起黄泉口防线负责人的声音。陈凡没有停顿，再次在面前半透明地图上清点了下3下。樊玉港口附近矗立在地面上的数百根通天柱，其中3根满级通天柱开始不断颤动，外壳碎裂，露出里面袖珍细长的通天柱缓缓升空，调转方向，朝黄泉口防线方向激射而去。终于，当陈凡总共发射了54枚满级通天柱后，耳边终于传来了黄泉口防线负责人的声音。
声音：“鬼巢，鬼巢没了！”呼，陈凡轻松了一口气，黄泉口防线守住了，虽然代价有点大。天一死了，守夜人启动了，樊玉总共98枚满级通天柱的底蕴，消耗了总共55根，但终归是守住了。一旦黄泉口防线碎裂，那对于樊玉威胁极大的，他不可能在江北和江南打造一条防线，那防线的长度太大了，樊玉根本没有那么多鬼石。紧接着，我们找到了天一，他还没死，还有点呼吸，但也已经快死了。我用祭坛暂时吊住了他的性命。我马上到。2个时辰后，百艘满配非洲抵达黄泉口防线，这是陈凡第一次来到黄泉口防线。当非洲和城墙高度持平时，陈凡走至城墙上，一眼就看见了防线外的景色，地面几乎被移平数丈，空气中大量焦糊味和血腥味混杂在一起，无数鬼屋尸体碎片夹杂着鬼石散落在防线外。我是防线负责人，一个中年男人大步迎上了，急促道：“带我去看天一。”这里，男人急忙在前方带路。很快，陈凡在安置在城墙上的一座祭塔里看见了双眼紧闭的天一，此时正躺在祭坛里，身上布满裂缝，裂缝内隐隐间有猩红火焰流淌而出。他不懂治病，一时对这种情况也有些束手无策。不过他在得知这个消息时，就派出非洲接来了可能有办法的人。约莫1炷香后，一艘非洲从黑暗中激射而出，停在城墙边缘。药王谷谷主带着一众长老快速冲下非洲，来到天意身边，小心翼翼地快速查探着。很快，药王谷谷主起身给出了答案：陈狱主，此人应该是用了一种特殊的秘法，将体内血管悉数爆裂开来，并将血液燃烧殆尽，爆发出极强实力。这是一种必死秘法，无法终止。但此人脖颈上所佩戴的那个玉牌里面，暗层里夹着一位稀有的天才地宝属阴，恰好中和了些许这种狂暴的猩红火焰，给他留了一条性命。不过血管已经悉数碎裂，此时也只是吊着一口气。如果他在永夜殿有命牌的话，此时命牌应该都已经碎裂了，哪怕安放在祭坛里，也最多只能活3日。不过倒是有一法，或许能救。只是药王谷谷主一时有些不敢开口，但说无妨。陈凡面色平静的轻声道。药王谷深吸了一口气，咬牙道：“第一步就是帮他重塑血管，但人体的血管极其复杂，目前没人能做到这一点，除非在此人体内种下一株鬼血花，让鬼血花的根茎布满其身，代替血管的存在，再将此人种植在10级农田里，让鬼血花快速生长，之后再为服人血丹，促进血液诞生，疗养数月后，理论上有一定概率能活。等等。”站在一旁的少秋眉头紧皱，沉声道：“我记得药王谷是个正派吧，不是什么魔门邪派吧？狱主，这个鬼血花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折磨人和控制人的手段，将鬼血花种植在人体内，根茎会在血管不断生长，极其痛苦。当彻底生长完毕后，会结出一枚果子，只要捏碎这枚果子，此人便会七窍流血，当场暴毙。而那人血丹更是一些入魔修士屠戮生灵血液所炼制而成的丹药，用于快速提升修为。这些都是歪门邪道，你拿来治病，什么歪门邪道？能用来救人的就是好道。”药王谷谷主原本还有些没底气，但听见有人质疑自己的专业领域，忍不住开口反驳道：“但据我所知，炼制人血丹需要大量凡人的血液，你打算屠戮多少人炼制1枚人血丹？”少秋知道自己此时不应该开口了，但他是真的看不惯屠戮凡人的行为，不屠。药王谷谷主摇了摇头道：“我们药王谷满门，每人自愿献一点血，就足够炼制1炉人血丹了。”少秋突然愣在原地，嘴巴微微张合，半晌没有反应过来。他怎么从没想过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炼制人血丹的？这好像还可以，就按你这个方法来。陈凡沉声道：“将人带回江北繁育西阳城，你亲自负责为他疗伤，只要能救活，有赏。”是。药王谷重重点头应下。一艘非洲连夜启程，载着药王谷一众人和重伤濒死的天一赶回繁育。陈凡站在黄泉口防线城墙上，听着身旁黄泉口防线负责人解释着来龙去脉。陈凡望向那个黑袍守夜人自爆的方向，地面上还残留着一丝丝被染成墨绿色的泥土。他没亲眼看见那一幕，但通过负责人的讲解，他大概能想象出这一幕。不知为何，他总是觉得这样对守夜人太残忍了。守夜人的宿命不应该是启动，没人希望自己生下来的唯一的宿命就是自爆。大概了解了情况后，陈凡偏头望向这个黄泉口防线负责人，沉声道：“我会帮你简单改造下黄泉口防线，加强黄泉口防线的强度，但这件事情就不要上报了。上报后，下次来的鬼巢说不定会更多。”明白。黄泉口防线负责人颤声点头应下，他已经大概明白什么情况了。另外一边，而在这批鬼巢全军覆没不久后，位于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海域外的那尊鬼皇，面色阴沉，独自一人坐在大殿王座上。这次的失败，让他短时间内肯定无法再派兵前往繁育了。只是，若是真任凭繁育发育起来，虽然崛起到能影响整个战局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毕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先上报吧，让上面做决定。片刻后，天渐渐亮了，一夜又结束了。该死！永业腹地深处，一座坐落在平原上的城池内，一个老者正和上级汇报的时候，鬼族那边突然主动联系他，吓了他一跳，差点暴露。就在这时，砰！他布在屋内的大阵突然被暴力破坏，传来巨大的爆炸声。谁？老者面色微变，望向门口，面色凝重，高声道：“这里是永业殿西部战略堂，副堂主张义德的私人居所，何人擅自闯入？”下一刻，门被撞了开来，10几个穿着黑衣戴着面纱的人鱼贯而入，走进屋内，将老者围在中间。紧接着，一个拄着手杖的老人缓缓走进屋内，来到老者面前，晃了晃手中令牌，轻声道：“需要我做自我介绍吗？永业殿西部外出行动组组长裘一死，奉上级命，特意前来捉拿永业大陆内奸张义德。”
是你自己束手就擒呢，还是我们来硬的呢？张翼德神情阴晴不定地站在原地，许久后，原本紧绷的身子突然瞬间散了下来，露出一丝惨笑。天一只将那则消息告诉我了。是的，裘一死缓缓走到张翼德面前，平静道：天一自认那则消息颇为重要，最近永业店常出叛徒，为了稳妥起见，他不敢走正常渠道向上级汇报，希望由你这个做师傅的将消息汇报上去。但很显然，他有些过于信任你这个做师傅的了。拜你所赐，鬼族收到消息后，付出大量代价，夜袭黄泉沿海防线，防线当晚沦陷，近10万人因你而死。鬼巢突入黄泉山脉区域，抵达黄泉口防线。你的徒弟天一和永业店西部外出行动组守夜人97号魏族鬼巢已身亡，樊玉及时支援，黄泉口防线尚未沦陷，鬼巢覆灭。这是你想要的结局吗？张翼德眼眶通红，整个人处于神情崩溃边缘的嘶吼道：我没想害死天一，我不知道他会停留在黄泉口防线。他前天跟我汇报说离开樊玉后会前往天潜山脉，只给鬼族传递过这一个消息，我只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而已。没有后路。裘一死再次靠近张翼德，双手拄着龙头杖缓缓道：永业大陆和鬼族只有一方能活下来，这是一场没有后路的战争。背叛永业大陆者当处死，但死亡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配合我们，今晚给鬼族那边传递情报，就说永业大陆西部平原防线不少人前去支援江北樊玉，担心樊玉再次遭受袭击。今晚永业大陆西部平原防线防守空缺，可向西部平原援军大举进攻，配合到位，可以给你一个痛快。张翼德面色阴晴不定，几乎没有犹豫多久，便眼眶通红，重重点头。好了，裘一死笑了起来，拍了拍张翼德的肩膀，也不用装出这副后悔的样子了。如果没被抓到的话，你不会后悔的。人总是在快死的时候才会后悔，死是肯定死定了，但至少临死前做点人事。下去后见到了天一，也不至于在天一面前完全抬不起头来。与此同时，百艘非洲已经重新返回樊玉。陈凡站在非洲甲板上，望向不远处快速靠近的江北防线。他已将黄泉口防线基础改造完毕，现在若是再次遇袭，至少能多坚持一会儿，等待樊玉的支援。而在樊玉、西阳城、药王谷一众人正在紧急救治着天一，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如果方法真的奏效，那7日后天一便能完全痊愈。就这样，过去了5日，距离雨季结束还有10天左右。黑暗刚褪去不久，天还未完全亮起来，永业店再次派人来了。一艘非洲缓缓驶入樊玉领域，并且来到江北防线附近。这次领头的是一个看起来有些苍老的老者。他在走出非洲，来到江北防线城墙上，看见双手拄着翡翠手杖的陈凡，微微一愣，才笑着道：年少有为，年少有为啊！自我介绍下，永业店西部外出行动组组长裘一死，特意前来为消息走漏让樊玉险些覆灭而致歉。言罢，裘一死将手杖横拎在身上，缓缓弯腰，不敢。原本还站在原地的陈凡快速上前一步，将面前这个看起来年龄能当他爷爷的人搀扶起来，沉声道：此事是个意外，我没有怪罪永业店的意思。江北樊玉，陈凡，他知道永业店肯定会派人来接触他，只是没想到派出了一个地位如此之高的人。永业店西部行动组组长闲聊几句后，他才切入正题。你也知道，这次是内奸泄露了你的情报，也就是天一的师傅永业店西部战略堂副堂主张翼德已经按照规矩处死了，但距离你们最近的一道前线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里也是有不少内奸的。抓内奸是行动组的事情，但查内奸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永业店没有足够的人手，而且在天一的情报里，你是一个实力极强，甚至要比天师建筑师更上一层的建筑师。永业店西部战略堂堂主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希望能保护你平安抵达永业店核心区域，严密保护。至于江北防线，永业店会派出人手来接管，不知陈狱主你意下如何？陈凡沉默许久后，顺着裘一死的方向望向远方，摇了摇头，轻声道：我生于江北，长于江北，死后也将葬于江北。江北是我的家，也是樊玉的地盘，我不会离开江北。裘一死也没多强求，只是点了点头，笑着道：很正常，堂主也猜到了这一点。永业大陆不少崛起的势力都是如此，他们会镇守自己的区域，宁愿每日和鬼巢打交道，也不愿被保护起来。不过你名义上需要加入永业店，这样日后无论樊玉又再次崛起，或者是突然有了什么新机遇，永业店都会对外宣布是永业店的支援。陈凡微微一愣，偏头望向裘一死，怎么？裘一死笑了起来，你不会以为永业大陆全靠永业店撑着吧？那永业店得有多能耐啊？其实他停顿了一会儿后才继续道：这个是永业店机密，你不要对外讲。在永业大陆上有不少像樊玉这种突然发现了鬼矿崛起的势力，又或者是某个势力突然诞生了一个天才建筑师，天生对参悟建筑蓝图极其擅长等等之类的。而这些崛起的势力虽然数量稀少，但潜力十足，大部分都会打造防线来镇守自己的区域。而他们的鬼石建筑是从哪来的？对外宣传都是永业店支持的，其实大部分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不这样不行，你现在才刚刚崛起，就有鬼族主力军派出大批鬼巢偷渡来找你了。你知道为了这次偷渡他们横跨2个区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吗？百不存一，百不存一啊！裘一死远眺天边呢喃着，你所看见的大批鬼巢，其实那批鬼巢的1%而已，9%的鬼巢都在偷渡区域时被大阵天雷所屠。倘若你日后再次崛起，你猜猜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那边鬼族主力会怎么做？但当你名义上加入永业店后，那以后你所有的崛起对外都可以宣布成
成永业殿的支援。虽然那边依旧会注意到你，但至少会放松不少警惕。好，陈凡点头应了下来。裘一死笑得很开心，他很喜欢面前这个年轻人，话不多，但能很快明白他的意思，也没有对加入永业殿有太多反抗情绪。你也不需要担心永业殿会觊觎樊玉的鬼矿，永业殿从来不会觊觎任何一个势力的机缘。永业殿仅仅主要负责看守前线，这场战争的胜利与否，最终其实不取决于永业殿，而是取决于那些在永业殿的保护下渐渐崛起的势力。而这些势力最后汇总到一起，才能抵抗鬼族的新势力，直至这些新势力代替永业殿，继续庇护其他势力崛起，一代一代传下去。只要能守住，终有一日我们会对鬼族发起反攻。以及，虽然我知道樊玉的机缘肯定不是鬼矿，陈凡眼睛微微眯起，裘一死有些无奈地摊开手，你们仿佛约定好了一样，每个崛起的势力对外宣传的都是发现了鬼矿。这永业大陆这些年又不是人死绝了，得多少鬼矿埋在地下，过了这么久没被人发现，恰好就被你们发现了呢。这些事情都是永业殿核心机密，一般不会轻易透露，主要是担心内奸泄露，一旦泄露出去，那些被永业殿保护的幼苗势力就会遭到鬼族的疯狂打击。他之所以告诉陈凡，是信任陈凡一个能镇守江北的势力，倘若有朝一日都会投敌于鬼族，那说明永业大陆气数确实已尽了。但哪怕如此，他也没告诉那些受永业殿保护势力的具体名字。陈凡没讲话，只是低头摸了摸鼻子。他发现永业大陆的格局好像比他想的要好一点，至少永业殿的高层并不是抱着守一日算一日的想法，对未来是有规划的。虽然不知道这个规划能不能顺利落地，但至少有。但我其实还真需要点支援，你真要啊？裘一死愣在原地，有些茫然地望向陈凡。他刚才说的不清楚吗？永业殿的支援是给鬼族看的，是为了掩护你崛起的，你怎么还真要？要点没有。裘一死颇为果断地摇头拒绝，这个肯定是没有的。若是江北防线急需鬼石，能支援一点，帮你们守住防线。但如今前往西荒岛的物资线都被切断，大批资源很难运输到西荒岛。我需要一点高品级的建筑蓝图。陈凡没有理会裘一死，而是斟酌着自己的用词，继续开口道：我参悟建筑蓝图的速度很快，基本3日内都可参悟完毕，但代价是会永久损坏这张建筑蓝图。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不是缴获了一张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吗？给我3日参悟完毕后，可亲自前往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为他们打造这座建筑。裘一死眉头紧皱，沉思许久后才摇头道：不行，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极其稀有，每一张都是至关重要，运到其他区域时都是最高机密护送的。只要蓝图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建筑师参悟完毕。为多个防线打造这个建筑，你参悟的代价是彻底销毁蓝图，这肯定是不行的。但我知道有一张重复的蓝色品级蓝图，可以给你，不过肯定需要你付出一定报酬作为交换。也行。陈凡点了点头，差点忘了。裘一死突然想到什么，从怀里掏出一枚令牌和子母石递给陈凡。天一上报的消息里说，你有办法打通和前线的物资补给线，这是永业殿的令牌，手持该令牌代表自身所属势力为永业殿名下势力，去前线的时候用得到。还有，倘若你准备运输大批物资时，记得通过这枚子母石直接向我汇报，否则鬼族那边收到消息，有可能会再次冲垮防线。陈凡接过这枚令牌和子母石，又和裘一死交流一番后，裘一死才转身朝停靠在空中和城墙齐平的非洲走去。就在这时，身后传来陈凡的声音：裘老，要不留下来吃顿饭再走？裘一死身子僵在原地，望向江北防线上跑动的人群，饭菜香味渐渐传入他鼻子。他停下脚步，转身望向陈凡，笑着道：天一他们当时吃了吗？吃了。那行，尝尝。饭菜很快端上来，还是矗立在江北防线上的那座小屋。陈凡像上次一样坐在那里，只不过这次坐在对面的不是天一和披着黑袍的肥胖男人，而是一个头发苍白的老者。江北防线伙食真不错。裘一死笑着夹起一块排骨放入自己碗里。他们走之前吃的什么？和今天一样，也是豆豉蒸排骨。裘一死拿筷子的手微微一颤，如刚才一般笑着，只是眼眶里不知何时泛起数缕红血丝，将手里的排骨送入嘴里。好手艺。视线又注意到摆在桌子上的那盘红糖馒头，不由自主地拿起一个馒头送入嘴里。甜，看来临走前应该是吃到了一口甜。他儿子生前那么喜欢吃甜的，肯定不会错过这个红糖馒头。好了，不吃了。裘一死深吸了一口气，将咬了一口的红糖馒头塞进怀里，突然想到什么一般，起身有些着急地朝外颤颤巍巍地走去，一边拍着自己脑袋一边嘟囔道：瞧我这记性，差点忘了还有钥匙缠身，我得赶紧走了，我送你。陈凡起身将裘一死送到城墙边缘。裘一死踏上非洲后，突然想到什么，转头望向陈凡。对了，陈狱主，跟在天意身后那个守夜人启动价值大吗？陈凡停顿了一会儿后才轻点头。大，他的启动拖到了樊玉支援抵达，守住了黄泉口防线，少死了很多人，那就好。裘一死笑了起来，站在非洲甲板上，拄着龙头手杖，望向陈凡挥手道：走了。非洲升空，以极快的速度朝远处疾驰而去。站在非洲甲板上的裘一死望向渐渐缩小却覆盖了整个江北海岸线的江北防线，从空中望去，那如此渺小的一道防线，却庇护了整个江北，庇护了无数百姓。而此时，裘一死也终于第一次认真俯瞰整个江北，俯瞰整个西荒岛。他孩子死在这里了，为了保护西荒岛，死在了这里。他能理解
陈凡对江北的感情，就如他现在对江北也有了感情一样。人和一片区域的感情联系，往往都是这样建立的。他再次笑了起来，只是这次不用掩饰了，眼眶通红的从怀里掏出那枚刚才咬了一口的红糖馒头送入嘴里，很甜。他没告诉陈凡，那个自爆的守夜人就是他儿子这件事，他不想让陈凡因此有什么心理压力和负担。西荒岛好大，飞了这么久都没飞出西荒岛，但又好小，小到无法多容纳一个人。狱主在裘一死走后，王奎才从一旁走来，迟疑道：“你怎么不告诉他天一还活着？”这5天时间内，天一已经渐渐苏醒，可以睁眼了，只是讲话还暂时有些艰难，经过一段时间疗养后就能恢复正常了。陈凡摇了摇头，轻声道：“这是天一的意思。天一燃尽体内血液，已经失去了火行孙这个特殊修行者的身份，此后他将沦为普通人。他不想以这种身份去面对昔日的同僚。”随后他才望向远处，这5日他一直在完善繁育基础设施，在雨季结束后，他就得开始铺设前往前线的物资线路了，尽快和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建立起联系。繁育西洋城，天一抬头望向空中那艘渐渐远去的非洲，他一眼便认出来了，那是永业殿外出行动组的非洲。天一面无表情地望向那艘远去的非洲，他宁愿自己死了。他很感激繁育能救活自己，肯定付出了不少代价，可是他已经沦为一个废人了，就算活着又有什么用呢？吃饭了，祁崇端着一碗流食走到天一面前，无奈道：“来，张嘴。”这几日给天一喂饭都很困难，这家伙要绝食饿死自己，或许是看见了永业殿的非洲。今日的天一情绪有些波动，身体尚处虚弱，沙哑道：“我已经是一个废人，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什么废人？祁崇翻了个白眼，过几天你就能生龙活虎了，没少胳膊没少腿的，怎么就成废人了？我已不是火行孙了，沦为一个普通人。然后呢？繁育有大批普通人，你的意思是他们都是废人，没他们插秧，你连这碗流食都吃不上，没他们给你搭棚子，你现在还在暴雨中呢，他们的付出在你眼里完全看不见，就是一个废人。赶紧吃饭，吃饱饭了准备干活。你以为繁育要白养你啊？跟我一起种田，不干活哪来饭吃？天一微微一愣，脸上第一次有了波澜，随后仿佛想明白了一般，乖乖张开嘴，吃了一大口流食，颇为用力地咀嚼了起来，眼里也重新浮现出了一丝对未来的希冀。他最怕自己没用，但祁崇让他突然明白，他还有用，只要有用就行。西洋城，陈凡站在远处的棚子下，望向这一幕，轻笑了起来。他没有过去打扰，只是在远远看着。雨季快结束了，该准备盘点后，开始干活了。